圣瑶的长发随风轻舞，他闭上眼睛，双手紧握，一柄蜿蜒的蓝色剑身在他的掌心散发出柔和的光芒，两者仿佛心意相通。突然，罗峰和圣瑶同时睁开了眼睛，他们的目光交汇，彼此间似乎传递着一种不可言喻的信息。下一秒，他们将全部的神力注入手中的圣灵气，圣灵气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华，比任何一件神器的力量都要强大。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震颤，这股力量已经超出了神器的范畴，已经抵肩绝世神器的存在了。在众神奇在瞠目结舌的注视下，两件圣灵气化作两道璀璨的光影。随着光影的出现，那片空间化为了以大片区域的真空地带，在这真空地带中，这两道光影开始相互旋转缠绕，但并没有碰撞。最终这两道光影相互结合在了一起，光芒四射，气势磅礴，整个万界圣子之地都为之震撼。想要击败灵动和沐尘，他们知道必须要将圣灵气的合璧力量爆发出来，才能够与之对战，不然他们很快也会败下阵来。所有只能引动出超圣灵的力量，天地间一股股浩荡无匹的力量如惊涛骇浪般席卷而来，两件圣灵气的合璧之下，超圣灵的力量也彻底地展现出那无与伦比的威势，让所有在场的神奇强者惊叹不已。就连灵动和沐尘的眸子都微微移动起来，罗峰和圣瑶也成为了众神奇所瞩目的焦点。引动出了超圣灵之后，那威力能够让同境界的对手都得避之锋芒。让我们看看你们对抗半道神的那股力量究竟多么强大。圣灵合璧，引动超圣灵。罗峰与圣瑶两人的眼神变得格外的坚定，因为这一招的对决便是他们胜负之局。他们的声音刚落下，空气中便弥漫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息，这气息如同远古神兽苏醒的征兆，让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突然，他们的四周空间裂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裂缝，仿佛连九天云霄都被这股力量所震动，天地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自圣灵合璧中爆发出来，冲上九天云霄之上。紧接着，那一股力量如同银河倾下，浩瀚无垠，足以毁灭一切。舞动大乾坤，超级太初丸。灵动与沐尘里面全身警惕起来，并且也施展出了他们的最强底牌。要不是他们将神物作为修炼之物，恐怕今日真的会不敌这股超圣灵的毁灭力量。但是很可惜，灵动将10道祖符全部融合，凝聚出一团神秘的星空，其中有着多种属性力量的交汇下毁灭，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力量从中隐隐地散发出来。沐尘的眉心处，法心之眼快速的闪烁，这也是沐尘所能施展法心之眼那股奇特之能的极限。7座原始法身以及那断臂的大道金身能量全部汇聚在了那颗龙目之珠之中，一旦爆发，那么将会是毁天灭地。毕竟其中还有原始道法的力量，看来超圣灵的力量不得不让灵动沐尘二人也施展出全力，不然如果真的败在对方的手里，届时万界圣子之名就与自己错过了。而且他们现在非常的需要大道机缘路，他们需要领悟大道，提升自己的实力，找天龙大神君报仇，甚至都不带一丝惧怕，直接攻上神奇联盟，斩下天龙大神君的头骨。他们立马催动那片神秘星空以及龙目之珠，洞穿虚空，朝着超圣灵的力量迎了上去。很快便是与那股超圣灵的力量激烈碰撞在了一起，轰隆！在这一刻，天地色变，仿佛随时都会崩塌。周围的景物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变得格外的扭曲，同时爆发出耀眼的毁灭之光。灵动沐尘、罗峰、圣瑶的身影在光芒中若隐若现。在这猛烈的撞击之下，超圣灵的力量再次暴涨，后者们的神情中透露出坚定与无畏，即便是天地崩塌也无法动摇他们这一刻的决心。在他们的心中，万界圣子之名属于他们超圣灵的力量愈发的庞大起来，而且罗峰和圣瑶他们仿佛化身为圣灵气中的气灵，加入自己的意志，引领着超圣灵的更强觉醒。最终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罗峰与圣瑶的身影也是彻底的消失在光芒之中，就连灵动和沐尘也都被光芒彻底的吞噬。众多神奇强者见到这样的毁灭一幕，都是张大了嘴巴，有些呆呆的望着那处激烈的碰撞对决。那里已经在毁灭之光的笼罩下成为了一片废墟，甚至根本就无法有任何的神灵可以在其中存活。难道要以2败俱伤而告终吗？然而在说出这样的话后，便很快就是给自己打脸了。随着那里的战场毁灭，光芒消散，2道狼狈重伤的身影直接倒飞而出，直至万米之外才勉强的稳住了自己的身形。这2道身影的身上有着被伤及的伤势，鲜血不断的往外流出，脸色极其的惨白，就连神力都在此刻萎靡了很多下来，扑哧。然而下一刻，在罗峰和圣瑶稳住身形之后，再次忍不住的喷出了鲜红的血液，不过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伤势，看来对方都是收敛的攻击力。我们败了，败得非常彻底。罗峰捂住自己的伤口，颤颤巍巍的轻声道，但他并没有不满，而是彻彻底底的被打服了。圣瑶则是半跪在虚空中，圣灵气在自己的手中不停的颤动，那是因为他此时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可以挥动手中的剑，他的神力也已经耗尽了。毕竟短时间内施展2次圣灵气合璧，引动超圣灵力量，将会消耗他们自身全部的神力。他们此时的目光同时看向了那2道依旧站在原地屹立不倒的身影，
此刻他们才知道，灵动和牧尘的实力已经远超他们这些超神巅峰势力的神蛟，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以后的诸神万界中将会彻底的响彻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的天赋比各大势力的神蛟更强大、更恐怖。随着灵动牧尘彻底的击败了2大神蛟后，万界圣子之位已经被灵动和牧尘锁定。一些神奇强者的眼中有羡慕，有嫉妒，也有震撼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届的黑马竟然击败了超神巅峰势力的2大神蛟，连神蛟都败在他们的手中。任何他们再有勇气，没有实力，还是一样的下场。此时，所有的目光都看向了萧炎与郭九牧的最后决战场，那里的火光四射，炙热的温度已经将空气都焚烧蒸发成虚无。全场的人肃然起敬，他们眼睛都不带眨一眼，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这最后一位万界圣子之名究竟花落谁家。轰！2股强大的力量在空中相互碰撞，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出毁灭的火浪。这一场战斗无比的惊心动魄，同时也让天地派系的几位师兄和吴学几人都看到了极其的不可思议和震撼。他们这位大师兄的实力也就9重天位神巅峰，为何能够与已经领悟道法的萧炎对抗这么久？这大师兄难道一直隐藏了实力？二师兄敲了敲自己的脑袋的，难道应该不会，我想他应该在万界圣子之地中获得了什么机遇，才导致他现在的实力大涨。吴雪虽然从修为上比不上他们这几位师兄，但是他的观察力和分析力都是异于常人。萧炎的眉头微微一皱，然后一翻手间，火海宛如无尽的活物，直接朝着郭九牧狂涌而去。一股炙热的毁灭气息将郭九牧彻底的笼罩在其中，让对方无处可逃、无处可藏，景色渺险。面对萧炎的毁灭攻势，郭九牧也赞叹神火的强大，所以他也必须施展出全力应付五行化五手。一股五行之术爆发而出，五行能回来从四周有空间中被引动，最后在郭九牧的手中凝聚，五行相生相克，无比的玄妙。所以萧炎的火将会被五行中的水相克，所以在同等境界的对手都无法在他的这一招之下硬接下来。郭九牧对这一招非常自信，面对着萧炎那强大的毁灭攻势，郭九牧面无表情，双手互斩，如同掌控乾坤。五色光芒自他掌心涌出，分别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萧炎的火焰如狂澜汹涌，却被这绚烂的五色能量给抵挡下，并且将其吞没，仿佛无形之水在消融着炙热的烈焰。什么？萧炎一脸惊疑，自己的火焰攻击居然被对方给化解了。小师弟是不是很意外？很快还有更加让你意外的事情发生。郭九牧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仿佛他现在有着绝对的把握可以击败萧炎。随着郭九牧施展出五行之力后，四周空间无比的震荡，似乎连天地都对这股五行之力感到敬畏。金之光华锐不可当，木之生机盎然而生，水之波澜以柔而克刚，火之灼热与土之间任相得益彰。五行之力在郭九牧的操控之下，化为一只巨大而玄妙之手，朝着萧炎所在的方位瞬间撕裂虚空，降临而下。萧炎眉宇间露出一丝惊讶，他没想到郭九牧竟能将五行之力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火与水的冲突，在空气中形成了一道道刺目的光影，交错郭九牧的双眼深邃如黑暗的深渊。他的心中充满了对这一招的自信，仿佛早已预见了自己胜利的归属。五行化五手，一只巨大的五彩之色的巨手直接对着萧炎的上空笼罩而下，散发出五行之威见状。萧炎立马催动火海，火海之中涌出数道火龙，直接朝那五行巨手暴冲而去。然而火龙在触碰到那五行巨手的瞬间，竟是被五行那相生相克的能量所瓦解。仅仅这一招之下，萧炎的火焰被迫退散，仿佛被无形的水流所冲刷一般，最终归于沉寂。郭九牧周身的五色光芒散发出可怕的气息，甚至还能够听到其中有水流湍急的声音。他站在虚空之上，如同一尊掌控着五行之术的神，神情从容，胸有成竹。萧炎立于那五行之手下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的巨手。那五行化五手如同从混沌中诞生的神秘之物，弥漫着浓郁的水属性能量，它在空中缓缓凝聚，仿佛要将周围的一切都要吞噬了一般。萧炎的心中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是他首次面临着如此相克自己属性的强大对手。他的神火一直以来的骄傲与倚仗，在这股水属性能量面前竟显得有些无力不过。这也只是让萧炎感到微微吃惊，虽然能够压制住自己的火焰力量，但这并不代表着自己的神火就这样被相克上空那五行巨手袭来。空气中传来哗啦啦的水声，那是五行之术的玄妙力量在肆意流淌蔓延，那声音仿佛拥有生命。他在嘲讽一切火焰的微不足道。萧炎紧握双拳，眼中的火焰却愈发旺盛。他知道这一刻他必须拿出点真实力。本以为郭九牧的实力也就在9重天位神巅峰而已，没想到他对五行之力的掌控如此精湛。难道说他已经领悟到了自身的所修之道，五行之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郭九牧的天赋恐怕也不弱于自己了。之前他也就只有9重天位神后期的修为，现如今竟然直接领悟五行之道，难怪会以五行之道的相生相克之玄妙来压制自己的火焰。不过即便是你领悟了五行之道，在炎之一道面前，任何道法都是只能臣服。大师兄，接我一记五色神怒火莲！
萧炎的手中不知在何时出现了4道火焰，4道火焰各个散发出毁灭又神圣的气息，然后这4道火焰在萧炎的催动下瞬间绽放出炫白色、浑色、紫色、黑色4种火焰交织成一朵璀璨的火莲，它带着萧炎全部的意志和神火的力量，向着那5形巨手疾驰而去。嗡嗡，5色神怒火莲划过虚空，仿佛是一朵即将让世间毁灭的东西，不停地在空中旋转，周遭空间瞬间动荡扭曲，一场决胜负的毁灭碰撞一触即发。